你明明是个正经的牧师，可你却将技能点全部加到攻速上，所有玩家都嘲笑你是个傻。 可他们却不知道你的天赋是百分比斩杀，而且还是稀有的成长型天赋。每次普攻都有0.01%的概率秒杀对手。如果普攻没能触发斩杀天赋，那么下一次普攻将会增加0.01%的斩杀概率，直到斩杀对手。从懵逼中清醒的七无敌直接选择牧师进入游戏。牧师不但有回血技能续航，最主要的是普攻自动锁敌100%命中，和我的天赋就是绝配。至于说牧师是个脆皮，和我有什么关系？作为重生者，在看到天赋时就已规划好了未来。 很快便来到新手村铁匠铺，准备截胡新手村的第一撞击源。然而刚一靠近铁匠铺，李铁匠抢先一步开口：“小伙子，想打造装备吗？要不进屋瞧瞧？我要打造一件紫色装备。我们这里最高只能打造蓝色装备，不过若是你能拿来3颗领主之心打造紫色装备，也不是不行。” 随着李铁匠声音落下，眼前弹出任务提示：“李铁匠向您发布了隐藏任务，收集领主之心，是否接受？”来了。 装备分为绿、蓝、紫、红4个品级。玩家前期若是能获得一件紫色品级的装备，那成长速度简直飞起。因此，眼前这个谁都能触发的隐藏任务，在前10被发现时，引起了一波不小的骚动。不过，我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紫品装备，而是完成全服首个隐藏任务给的额外奖励——古朴项链。 项链的技能是可以将普攻打出的最大伤害设置成玩家的最大生命值，也就是说，如果我普通攻击打出5万伤害，就能将这次攻击设置成最大血量，而我也就拥有了5万的血量。这装备再加上我的天赋和职业，后期妥妥的就是6边形战士。没有任何犹豫，七无敌果断点击接受。成功接取隐藏任务，获得3颗领主之心，完成进度0.3%。击杀新手村外4只野外 BOSS 后，有25%掉落领主之心。果然没有错。 这几个 BOSS 中，岩石巨兽血量最厚，伤害最高，但是战斗的前3分钟行动笨拙，3分钟后它会进入狂暴模式，速度和力量提高100%。所有远程的玩家在岩石巨兽没有狂暴前，利用走位拉扯完全可以做到无伤单刷，所以必须在3分钟内解决它才行。安全起见，必须把斩杀的概率刷8%以上，等级高一点再去。随后，七无敌便朝着新手村外的暴风兔子的刷怪点走去，很快就来到村外，看到漫山遍野的兔子。 暴风兔1级血量50，攻击2.5。介绍：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算好距离后，挥动法杖一发普通攻击，对兔子造成了7点伤害。同时耳边传来系统提示声：天赋未触发，斩杀概率加0.01%，当前斩杀概率0.02%。Nice。听到系统提示音后，七无敌便继续和暴风兔拉扯，挥舞着法杖露出一道道红色，很快找到前10。 随着第8次的攻击落下，暴风兔留下了10点经验，化作一道光消失了。恭喜您成功击杀1级暴风兔，经验值加10，经验值加10，经验值加10。很快就击杀了10只暴风兔，同时耳边传来系统提示：恭喜您等级提示至2级，完成新手历练任务，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没有任何犹豫，将属性点全部都加到了攻速上面。 攻速也从原来的0.4涨到了0.6。加完点后，七无敌继续狂刷暴风兔。转眼间2个半小时过去，等级达到了4级，当前斩杀概率也积累到了5.7%。就到此为止吧。没想到1小时内居然能触发2次斩杀，这概率看起来倒是没有一点弄虚作假哈。不像某训，下一站岩石洞窟出发。翻过一座岩壁后，一眼就锁定了领地中央，那体型高达5-6米。 四肢粗壮巨大，浑身由一块块岩石组成的石头巨人。岩石巨兽，等级15，品级 BOSS 类，血量34800%，34800，攻击235，技能狂暴、化体、岩石突刺、岩石震荡、岩石召唤。这攻击力真是被碰一下就没啊！注视着信息面板，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感慨，迎面便陡然响起一阵破空之声，密密麻麻的土刺就急速袭来。七无敌眼神变得锋利。 浑身肌肉紧绷，在大片土刺命中他的前1秒，身体宛如鬼魅般闪避开。5秒后，岩石土刺进入了 CD。你技能放完了，这下该轮到我爽了吧？普通攻击，普通攻击，普通攻击。天赋未触发，斩杀概率加0.01%，当前斩杀概率5.72%。受到伤害的岩石巨兽都懵了。不是你这人气质这么到位，我都以为要大难临头了，结果就这伤害给我刮痧都不配好吧？看着巨兽头顶冒出的每秒回血量，七无敌整个人都不好了。这 BOSS 打的可真憋屈啊！不过谁让咱是靠运气吃饭的？天赋触发前你心高气傲，天赋触发后你生死难料。普通攻击，普通攻击，普通攻击。这玩家脑子有病吧？想用这点伤害单刷我？你要是能用这点伤害把本兽单刷了，本兽当场。话还没说完的岩石巨兽脑袋上就浮现出大大的伤害，血量直接清空。
不是，我说这什么情况？丁，成功触发100%斩杀天赋，击杀15级 BOSS 岩石巨兽，经验值加1540。恭喜您等级提升至6级，岩石巨兽掉落领主之心乘1，蓝色战靴乘1，自由属性点乘5。丁，恭喜您达成本服唯一成就 BOSS 首杀，系统即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 ID？ 这还用选吗？当然是否啊！在七无敌按下选择后，下一刻整个系统公告响应神谕。丁，全服通告。恭喜玩家七无敌达成本服唯一成就 BOSS 首杀，特此奖励随机红装乘1 ，BOSS 首杀称号乘1，自由属性点乘10，金币乘100。丁，全服通告，恭喜玩家七无敌成为本服首个击杀 BOSS 岩石巨兽的玩家，特此奖励自由属性点乘10，随机技能书乘1，金币乘100。当这一条条全服通告反复响彻整个神域内的瞬间，世界频道瞬间就炸锅了。这又是哪位土豪金主啊？还是某俱乐部的大老板？这游戏的 BOSS 这么菜吗？走走走，这还打鸡毛小怪啊！兄弟们进队，我带你们刷 BOSS 去。就在世界频道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七无敌没注意到不远处岩石后几个人正在鬼鬼祟祟的密谋着什么。你是个不正经的牧师，只因你将所有技能点全部加到攻速上，所有玩家都嘲笑你是个傻子，可他们却不知道你的天赋是每次普攻都有0.1%的概率秒杀对手，并且概率可以无限叠加。进入游戏里花费2个半小时，利用小怪将斩杀概率刷到了5.7%。随后你找到新手村，血量最后但移动缓慢的岩石巨兽，在他懵逼的表情中，你表演了一番唱跳 rap。几十次普攻后，终于触发了一次斩杀天赋效果，将其斩杀。可你刚获得 BOSS 首杀奖励的红装和技能书就被几个别有用心的玩家盯上，而你却在那美滋滋的查看 BOSS 奖励，浑然不知。BOSS 首杀称号效果，您的攻击将会对任何 BOSS 造成100%的额外伤害。不错，这称号完全可以媲美一个 B 级天赋，蓝色战靴就一般了，不过还有随机红装。浴血战1，等级1，可锻造升级。技能效果，玩家状态跌落至10%后，将会获得5秒无伤大体以及12%全能吸血。在前世玩家们都已经升到30级的时候，全服的红装也没超过20件。在红装如此稀少的情况下，一件最差的紫装都能轻易卖到上千块。不过这属性有些难受，这数值跟技能完全是战士神装啊。不过这对现在的我来说也算万金难求了，先穿着吧。穿好装备之后，又将自由属性点全部梭哈到攻速上。就在这时，一个 ID 叫做有容奶大的玩家申请添加好友。这不是星宇俱乐部老板吗？怎么突然加我好友了？前世在妹妹住院的时候，七无敌就是靠给这位打金赚取妹妹7载的手术费。这老板人还不错，可惜在3年后游戏融合现实，因为一件复活道具被最信任的手下给反刺。复活道具在游戏中其实不怎么值钱，但是当它出现在现实中，那会引来无数大佬的争夺。想到这里，七无敌就同意了好友申请。就在同意好友申请后，马上就接收到有容奶大发来的消息：大佬您好，我是星宇俱乐部老板，金币装备出不出？有没有兴趣来我们俱乐部呀？待遇棒棒哒！200金币你们多少收？我们手下这款游戏的打金成员都是按照1枚金币20块算的，如果大佬要出的话，200枚金币我5000全收了。行，我全出了。将200金币转给对方后，很快七无敌就收到了5000块转账信息。交易顺利，对方又询问是否出售红装，不过七无敌却是婉拒了出售红装，原因也很简单，游戏目前也才刚开服2个小时，红装真正的价值根本没有人知道。就在这时，七无敌注意到不远处的岩石后传出的几声声响。几位在那里狗狗祟祟的有意思吗？姐，那个胆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岩石后方走出3道身影，其中一个 ID 叫做坤哥的玩家率先开口：没想到啊，堂堂大佬竟跟我们同处一个新手村，更没想到这 BOSS 居然是你单刷的，交出身上的红装，否则玩家死亡至少会掉落身上的2件装备，我想大佬也不想挂回去吧。很显然，他们在看到世界通告后动了歪心思，想要我装备。你们3个有那个实力吗？Big 胆，我们当然没有，但是我们俱乐部的玩家已经陆续来到5178号新手分了。不过我们老板说了，如果你加入我们皓月俱乐部，再上缴红装和技能书，保你年薪100万，怎么样？心动了吧？看着陆陆续续围过来的玩家，七无敌呵呵一笑。给我2分半的时间，我要考虑考虑。听到七无敌的话，坤哥也笑了，看了一眼七无敌，回头和小弟说道：这小子8成是心动，毕竟100万年薪甩脸上，谁敢说不心动？哥真给啊！呵呵，说说而已，不把他坑得连苦叉子都不剩，老子都不配叫坤。时间1分1秒的过去，坤哥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多，众人也觉得堂堂大佬就这，而一旁的小弟开口：坤哥，时间到了。小子，时间到了。可坤哥话音刚落，一个庞大阴影瞬间笼罩过来。
卧槽，岩石巨兽！下一秒，从天而降的岩石巨兽就将坤哥几人一屁股坐没影了。岩石巨兽击杀了玩家坤哥，岩石巨兽击杀了玩家，他说是晒黑的。而已经躲出去数米外的戚无敌向他们挥挥手。我在等 BOSS 刷新，那么请问你们在等什么呢3万多的血量，假的吧？好快跑啊！复活后的岩石巨兽发出一声呜，他瞪着一双硕大的，直勾勾的看着眼前的戚无敌，自己居然被一个渺小的人类给秒了，奇耻大辱啊！奇耻大辱！随之释放岩石突刺，将大片大片的玩家击杀。而当技能释放结束，前来围剿戚无敌的玩家全部团灭了，而戚无敌却只是收到余波伤害，还有2/3的血量。可恶的人类！岩石召唤，3块如有重他的巨大岩石凭空出现，朝着戚无敌剑刺。戚无敌哪还敢恋战，迈动双腿，果断开溜，看准时机还回头了2下。可恶，居然还在那唱跳 rap！ 岩石巨兽更加愤怒了，可是迫于行动缓慢，只能眼睁睁看戚无敌跑了。离开 BOSS 老巢的戚无敌已经找个相对隐蔽的位置躲了起来。有这群人在 ，BOSS 目前肯定是刷不成了，只能先换一个新手村了。回到新手村传送阵后，戚无敌心里还在想，不要随机到什么某个奇奇怪怪的地方就行。一道光芒闪过，戚无敌懵逼了，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靠，我瞎了！不会这么倒霉触发什么 bug 被传送墙里来了吧？没办法，戚无敌只能摸索前进。几分钟后，不小心触发了某个开关，周围蜡烛瞬间亮起。这时戚无敌才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甬道内。这时系统声音响起：欢迎来到宝藏之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数不尽的宝藏。我勒个豆，居然传送到了这里，这运气也太欧了点。是个不正经的牧师，在新手村一段唱跳 rap， 击杀了首个 BOSS 岩石巨兽，却被大公会围剿，要求你交出全部收获，不然就送你去复活。你只是说需要2分半的时间考虑考虑。然而在众人的鄙视中，刷新的岩石巨兽冲天而降，一屁股坐死了前来围剿。而你去其他新手村躲避的时候，却意外传送到你。欢迎来到宝藏之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数不尽的宝藏。很快戚无敌就来到第1层，眼前的通道中站着一群骷髅兵，而通道的尽头则是一个宝箱。骷髅兵等级5级，品级精英，血量500，攻击35，技能突刺。对付这种渣渣，戚无敌懒得废话，朝着骷髅兵的位置就是一发平起手。天赋未触发，斩杀概率加0.01%。骷髅兵被惊动，朝着戚无敌的方向快速扑杀而来，跑得还挺快。戚无敌风骚的走，再躲不下，平均每10几秒就能无伤带走一只骷髅兵，仅仅是不到2分半的时间，所有骷髅全部毙命。面对前期这种只有本能的小怪，我的操作还是有点太降维打击了。戚无敌来到通道尽头的宝箱前，随着宝箱缓缓打开，眼中出现一行通关提示：恭喜您成功通关宝藏之地，奖励金币乘50，战争头盔紫乘1，地级技能乘2。好家伙，通关第1层就给紫装，不愧是宝藏之地，爆率是真低高。战争头盔紫等级5，效果1，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6%，效果2，闪避率3%，效果3，攻击加35%。最大生命恢复，这逆天的属性，这未来要是有100万血量，1秒岂不是就能恢复10好几万？戚无敌的嘴都笑歪了，随后又看向2个技能。剑雨，弓箭手的普通攻击有5%概率触发剑雨，造成大面积伤害，地级。蓄力一拳将会对目标造成20%的额外伤害，地级。居然没有一个牧师技能。哦，对了，还有一个随机技能书没用呢。咱不求这一发技能的等级有多高，给我来个能用的就行。阿弥个 DJ 佛。恭喜您获得冰霜术。冰霜术使用后，您的一次普攻将会化作冰刺，命中后对目标造成3秒强控，B 级。B 级技能居然还是强控类的。尽管技能的缺陷很明显，就是必须要依附于普攻才能完美触发，但最开始选择牧师就是为了普攻100%的命中，这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技能。毫不犹豫的学习技能后，戚无敌来到了第2层。第2层比第1层大了不少，而且眼前遍地的剧毒蜘蛛看着也比第1层强了不少。剧毒蜘蛛等级6级，品级精英，血量650，攻击50，技能剧毒蛛网。难搞。这一次没等戚无敌主动攻击剧毒蜘蛛，就率先发动了蛛网。见状，戚无敌拉开身位后几发普攻打在蜘蛛身上。天赋未触发，你倒是不傻。冰霜术将身旁的蜘蛛冻住后，戚无敌刚要退后，这时另外几个蜘蛛已经悄然靠近，几面蛛网一同袭来。尽管戚无敌走位灵活，可还是被蛛网刮倒，头上冒出了一连串伤害，仅仅剐蹭就让戚无敌掉了200多点血。戚无敌只能靠着身法和劲与蜘蛛周旋。10分钟后，戚无敌终于将剧毒蜘蛛全部干掉，可是血量也直接见底，满头大汗的喘着气。特喵的，第2层就这么难打，难怪那个小型工会几10人才推到第6层。休息片刻，
戚无敌来到宝箱面前，打开了宝箱。恭喜您成功通关，宝藏之地第2层奖励随机道具1个，金币乘200，自由属性点乘10。随机道具，戚无敌双眼放光。要知道，哪怕最次的道具价值都和一件紫装互相上下。是否打开随机道具？打开。恭喜您获得双重面具，佩戴后您可以将自身的游戏昵称进行1次更改。取下面具后，您的昵称变回原样，效果对游戏中已添加过的好友不起作用。卧槽，这是嘎人利器啊！游戏中击杀玩家会获得红名值，红名值低的时候只会影响宝物掉落概率，可若是高了的话，死后不仅会损失大量经验值，全身装备也会被爆的只剩一件苦茬子。有了双重面具，完全可以开个小号马甲去揍人。小号的红名值关我大号什么事？很快，戚无敌就创建了小号马甲，名字就叫做途径天下。不错不错，现在的属性第3层肯定过不去了，先出去记住位置，下次实力提高了再来。很快，戚无敌就找到了出口，只是探头一看，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我的个乖乖，谁家好人能把洞口建在1000米悬崖的半山腰？戚无敌无奈的在地图上做了标记后，小退游戏再次上线，便回到了新手村。新手期间下线后再次登录就会回到新手村，这也节省了不少时间。在新手村补一波状态后，戚无敌看了眼天赋，当前斩杀概率6.28%。呵呵，给我一个岩石巨兽，我现在强的可怕。几分钟后，戚无敌正在对眼前无能狂怒的岩石巨兽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拉扯与折磨。可远处的山壁处正有一个 ID 叫做侯小雨的玩家满眼震撼的看着。这是开了吧？居然在单刷 BOSS， 这怎么可能每次走位都能仅差几厘米躲过 BOSS 攻击？很快，他将戚无敌打怪的视频发到了豪风俱乐部的群里。看完后，公会聊天频道炸开了锅。而侯小雨却收到一个 ID 叫做豪气云天的玩家发起的通话。我的好弟弟，你要做的是趁他打 BOSS 分心的时候刺杀他，事后将他爆出来的装备带给我。面对一个技能就能秒一群玩家的，然而这个老六居然在单杀，而且在其身后还有一个刺客正虎视眈眈盯着，准备随时给你来个致命一击。可恶，让我抢 BOSS 得罪人，然后将我踢出俱乐部。要不是母亲离世，你这个私生子怎么可能被接回来？还妄想夺走母亲创建的俱乐部。既如此，那咱们就走着瞧。被哥哥刁难的侯小雨准备回复这次的装备。与此同时，场地中的岩石巨兽感觉自己十分憋屈，自己技能又被这个该死的人类躲过。欺负老子3分钟前不能狂暴是吧？你等着，老子还有28秒就能。可就在这时，岩石巨兽头上冒出一个大大的伤害负62876，成功触发斩杀天赋，击杀15级 BOSS 岩石巨兽，经验值加1750。恭喜您等级提升至7级。没等戚无敌查看 BOSS 掉落，背后一阵凉意袭来，下一秒，受到伤害的戚无敌迅速转身，把冰霜术落在偷袭之人身上，才看清偷袭者的身份。侯小雨，才4级哪里来的狗胆偷袭我？你有取死之道！同一时刻，侯小雨看着眼前之人头顶所显示出的信息，满脸惊慌。这怎么可能？这人7级也就算了，居然有1750的血量。还有，如果刚刚没记错的话 ，BOSS 是不是被直接秒了？戚无敌看着侯小雨震惊的表情，又是2下皮。摆脱控制的侯小雨转身就跑，可惜没有戚无敌的一次，仅只是5秒钟就将他击杀，送回新手村。您击杀了玩家侯小雨，玩家掉落，经验乘200，刺客匕首绿。什么垃圾匕首？戚无敌注视着手中的垃圾匕首，嘴里来回念叨着这个玩家的名字。卧槽！我单杀了未来的神级刺客，前世仅凭一己之力就杀了外族退伍军的刺客。不过那也是未来的事了，现在嘛，只能说菜就多练。随后，戚无敌走过去将 BOSS 掉落捡了起来。恭喜您获得金币乘100，自由属性点乘10， C 级技能乘2，头盔蓝，战靴蓝。哦好，2个 C 级技能，这次掉落还不错。戚无敌快速的查看起2本技能书，一本战士的技能书，另一本居然是治疗术。效果使用后为指定目标恢复生命值，恢复量为自身最大生命值的20%，释放所需蓝量120。等级1级，冷却时间35S。等级 C 级。果断学习治疗术后，戚无敌将剩下的垃圾装备都给有容奶大展示了过去。大佬，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些你要的话出给你，懒得挂商城了。与此同时，新手村里的有容奶大满脸的震惊。游戏刚开服2-3个小时，他雇了10几个人刷精英怪，也才获得2件绿装和一个地级技能。可大佬出手就是2个蓝装、3本技能，还有足足300多金币。要，大佬我要。这些东西最终以12000全部成交。戚无敌十分满意，有容奶大也觉得捡到了便宜。哦吼，终于有蓝装穿了。与有容奶大交易完，戚无敌来到一处距离最近的小怪刷新点。岩石怪，等级5，品级普通，血量215，攻击15，技能硬化。这种等级高、数值低的小怪对新手玩家来说妥妥的极品经验怪。不过这对戚无敌而言只是刷概率的工具罢了。
天赋未触发。岩石怪速度慢却又少，七无敌站在那里就是不停的补充。岩石怪一只一只的爬上来送经验。正当七无敌刷的无聊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树枝断裂的声音。七无敌猛地一转身，没来得及看清来人身份，一记苦功落下。哎，大哥别打！又是你！不仅装备爆了，等级掉了，就连自己找到的极品刷怪的也被占领了。问题自己还打不过。看着没有动的侯小雨，七无敌拿出那把不值钱的匕首扔到地上，淡淡道：“没事，别打扰我，除非你想再死一次。”七无敌说完便自顾自的回去刷怪。回过神的侯小雨赶快捡起匕首道：“多谢大佬。”玩家侯小雨向您赠送金币乘50，请注意查收。这小子懂事。等一下，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侯小雨身体一僵，而下一秒七无敌的话让他兴奋无比。金币不能白收你的，进队吧，至少带你升2级。途径天下邀请您进队，是否同意？大佬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你在一旁看着就行。几分钟后，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4级。侯小雨看着头顶上不断冒出的经验值，整个人都傻。这升级速度简直和坐火箭一样。看着不断冒出的经验值，不由得开口道：“大佬，您去挂件吧。”没等七无敌回复，一道全服通告突然响彻全服。全服通告：本游戏已开服6小时，等级榜单已开放，有更多榜单处于待开放中，请玩家们敬请期待。全服通告：24小时后，等级榜单排名前1000名的玩家将会获得由系统赠予的奖励，排名越高，奖励越丰厚，请玩家们敬请期待。大佬牛批！你居然在等级榜中排第2，不愧是大佬啊！听到侯小雨的话，七无敌懵了。我特喵又刷 BOSS 又通关隐藏副本，一刻都没歇着。结果你告诉我排第2，连忙打开排行榜，可这一看，七无敌直接傻了。这是什么情况？自己2个马甲，分别是第1、第2，双重面具还有这个效果，那岂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就能拿2份？关闭排行榜后，七无敌继续刷怪。一转眼7个小时过去了，七无敌拖着有些疲惫的身躯回到新手村落。在这7个小时的时间里，七无敌一共打了8次 BOSS， 只成功斩杀了6次。不过好在掉了2颗领主之心，外加这一背包的装备技能，并且天赋也升级了，斩杀概率从原来的 0.01% 提升到了 0.01%。可是看到下一次升级的要求，又不怎么激动。天赋升级要求：击杀1000只精英小怪，等级要求等级10级以上，目前进度0/1000。新手村高等级的精英怪才9级，做个鸡毛任务啊！很快，七无敌再次来到铁匠铺。嘿，小伙子又来了，进来康康。进去就不必了，我是来提交隐藏任务的。啥？你说啥？全服第1个隐藏任务，你小子1天内就给做完了。李铁匠的 CPU 都快烧了，渴望着眼前的3颗领主之心。李铁匠知道今天他碰到猛人了。小伙子，你想要什么部位的紫装？就武器吧。给你，小伙子。黄金权杖紫，等级1，效果1，攻击加60，效果2，法强加40，效果3，攻击范围加3。恭喜您成为全服首个完成李铁匠隐藏任务的玩家，系统即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 ID？ 全服公告：恭喜玩家七无敌成为本服首位完成李铁匠隐藏任务的玩家，特此奖励古朴项链乘1，金币乘200，自由属性点乘20。果然是他。做牧师的人，牧师就是一个废屁。12岁的老人面对一群玩家的围攻，丝毫不慌。看着周围一群卖力攻击的玩家，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给你机会你也不多，既然如此，鄙人也略懂一些拳法。原来七无敌在游戏开服第1天就完成隐藏任务，并且获得神器古朴项链。古朴项链效果1，增加10%的额外血量；效果2，您可以将普攻打出的伤害设置成您的最大生命值，对玩家无效。穿戴装备后，七无敌的血量也涨到了2398，同时将属性点也全部加到攻速后，攻速也达到了1.78。做完这一切，只需斩杀1只 BOSS 就能原地起飞。关闭属性面板后，发现远处一群玩家正冲向李铁匠，七无敌果断溜走，只留李铁匠在人群中瑟瑟发抖。和上一世一样，这个任务能让玩家们发疯，但是任务哪有那么容易完成的？而且只有第1个完成的玩家才能拿到隐藏奖励，不巧第1个完成任务的就是我。很快，七无敌来到一片森林中，开始刷天赋概率，换了武器后2下就能带走一个小怪。2个半小时后，七无敌看着自己胸口处突然出现的一团白光，被标记了吗？这种手段看来是拥有 S 级天赋破望之瞳的寒江雪出手了呀！破望之瞳可以锁定方圆1000米内的敌人，并且使其身上随机刷新一个弱点。攻击弱点将会提升5倍伤害。皓月公会核心的存在，人美心善，天赋强，只是后来可惜。看来皓月争霸还是没放弃针对我啊！念及于此，七无敌向着森林深处走去。这次一定要给皓月争霸一个深刻的教训。2分半后，
韩江雪带着一群人来到一棵大树下，他就在上面。戚无敌你好，我是皓月俱乐部的老板，此番前来是诚心邀请您加入我们俱乐部。加入你们俱乐部，然后在合同上使点手段，白嫖我的成果不说，还要背负天价违约金吗？当然不是，只要您愿意，月薪100万也不是不可以商量。此话一出，人群中一片哗然。然而这话却直接惹怒了戚无敌。你少他妈跟我在这惺惺作态，想让我加入你这什么狗屁俱乐部？可以啊，在这杀了我就无偿加入你们，怎么样？皓月争霸的脸色一变，强忍着怒火，刚要说话，突然一头巨蟒。皓月俱乐部的玩家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抛飞狮精以落地。森然巨蟒，等级15，品级 BOSS， 血量22780，攻击410，技能撕咬、缠绕、巨型龙卷、直捣黄龙。没错，这正是新形式的 BOSS 之一，而且速度乃是新手村 BOSS 之最。这就是戚无敌为皓月争霸准备的超级大补。这一幕令刚好反应过来的皓月争霸差点气吐血，朝着还在呆愣当场的众人喊道：“所有人分散跑，朝着森林外跑。”坤哥临死前无比怨毒地看了戚无敌一眼，尼玛又是这招！几分钟后，皓月俱乐部的玩家全部团灭，皓月争霸更调出等级排行榜前10，而戚无敌已然悄咪咪地从树上爬了下来，跑路了。而皓月争霸复活后，面色铁青，就听到身旁的坤哥说道：“老板，咱们接下来干什么？能干什么？练级。”这时的戚无敌早已在岩石洞窟外围，将斩杀概率刷到了5%以上，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岩石洞窟内。然后看着眼前体型庞大的岩石巨兽，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手中权杖浮现。天赋未触发，天赋未触发，成功触发100%斩杀天赋，拥有 BOSS 首杀称号，伤害乘2。古朴项链检测到您打出的伤害出类拔萃，是否将您此次打出的伤害设置为您的最大生命值 ？OK。古朴项链技能发动，设置成功，您目前的最大生命值为77952，血量达到7万多。这也就有了开始的众玩家围攻，而戚无敌却丝毫不慌的看着这波大几万的血量，戚无敌只想问问：还有谁？咱这一发治疗术下去，就能回15000多的血量。这放眼整个游戏前期，谁能顶得住？平复心情后，戚无敌捡起了岩石巨兽掉落。恭喜您获得领主之心乘1，金币乘70，自由属性点乘10，胸甲蓝乘1。然而戚无敌不知道的是，他的妹妹七仔已经觉醒了 S 级天赋，并且有容乃大也带着他进入游戏。